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又官宣一部。刚刚过去的夏天，内娱迎来新王。爆款剧结束不够1个月，他本人的待映作品已经挤满了足足10部。要知道，5年前他还是全网群嘲的非著名演员，如今一把翻身成内地顶流候选。相信你猜到了，王鹤棣。苍兰诀之后主演的《浮屠缘》未播先火，现在又官宣一部新剧《错聊》。半死不活的内娱总算是下半年炸出一对盘活流量的金童玉女，别说超出圈妹预期，就连王鹤棣团队自己没想到，微博涨粉几百万，经纪公司连夜招人宣传，粉丝匆忙成立数据组反黑，一切似乎都向着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方向发展。可圈妹转念一想，不知何时开始，似乎每年夏天内娱都会横空出世一个准顶流，套路初期一致，暑期现偶国偶狂潮般席卷全网，然后呢，风走了，潮退了，热度消减，顶流退位，第2年新任顶流继位。当然圈妹无法预知未来，但相比粉丝争议，王鹤棣有没有可能，什么时候，怎么才能成为内娱顶流？圈妹更想复盘的是，这种问题还会被提起多少次？圈妹并非看清王鹤棣，事实上苍兰诀能在豆瓣上获得 7.9 的高分，质量在一众国偶剧中也算不言自明，而比起星途更顺利的虞书欣，这部作品对于王鹤棣来得更加珍贵，更加及时。他救了他一场体面的翻身仗。在此之前，提起王鹤棣会想起什么？难听。芒果台跨年晚会和沈月一起唱《告白气球》，表演很真诚，但也只剩下真诚。歌喉毫无技巧，被网友戏称告白铅球。低配道明寺早早被台湾偶像剧教母柴智屏看中，点名出演新版《流星花园》，结果豆瓣 3.4， 当初仍稚嫩的演技遭遇暴风雨般的嘲笑。如果说《流星花园》至少让一部分观众肯定了王鹤棣的颜值，那接下来才是至暗时刻。非主流 AI 龙王，彼时王鹤棣遭遇的差评丝毫不亚于今天的张翰，甚至当时都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叫王鹤棣，人们只记得一个顶着某宝廉价发套自称龙王的男人，用 AI 式的僵硬演技呈现着三流晋江小说的古早玛丽苏剧情，即使在魔幻的内娱，影响也堪称灾难级。一位不愿具名的制片人说，他今天有多火，当年的滑铁卢就有多严重，所有人都当笑话了，你知道吗？之后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苍兰诀爆火，口碑反转，影视、商务、时尚资源第一时间全部砸向他，连他本人都发微博说，遇到这部剧和这个角色是救赎。王鹤棣是苍兰诀的编剧刘晓林推荐给导演的，当时看过他很多综艺的编剧觉得好看有趣又没有包袱的年轻男孩子，结果演完后简直是天选强大。可拍这部戏时，玉龙正在播出，质疑否定声一片，王鹤棣压力很大。尽管中途导演一征也微博力挺，只要1秒钟，我保证你们会无药可救的爱上他。但王鹤棣觉得当时的自己也没有什么立场去表达什么，只能将加诸玉龙的骂声和批评化作对东方青苍的加持。他为角色设计很多细节，几乎每拍完一场戏，拍完都看回放，和导演保持沟通，以期待完美。甚至在看回放的时候，也不自觉地跟着回放演。杀青的时候，王鹤棣带走了忧郁戒，那是专属东方青苍越族首领的物件。苍兰诀热度破1万时，王鹤棣发微博说自己偷偷流了眼泪。打住，圈妹可不是要说一个胡咖逆袭成实力派的故事。影视作品无论成败都不会由单一个人负责。王鹤棣演技进步是真的，但仅仅是进步。曾经演技稚嫩也是真的，但以前作品里敷衍的制作、陈旧的内容也确实是放大着他的缺陷。玉龙和苍兰诀都是换汤不换药的 B 级霸总剧本，主角都自称本作，可前者是钉在耻辱柱上的古装丑男，后者就变成了被埋没的帅脸。反转的确过分强烈，但这不是什么玄学，反而更让我们看清了国偶市场最稀缺的东西——职业性。对于主创团队，职业性体现在角色塑造、演员选角、剧本审美、演技打磨；至于制作团队，职业性体现在服化道的质量和特效呈现。以上这些做好了，才会倒逼资方和平台给予更宽松的创作尺度，最终形成内容主导的健康循环。
苍兰诀就是这样多方职业性加成的内容胜利，在高度贴合和讨喜的角色滋润下，团队大力宣传运营下，一个远超预期的8月男友应运而生。那么下一站天王，别急，新演员通过作品爆红，通常会走向2条路。接着演霸总，积极寻求转型。其实这2条路都不好走，前者走出舒适圈，在新人层出的内娱可代替性强，总有耗尽观众好感和耐心的那天。后者杀出内娱既定框架，靠实靠运靠演技，更靠命。不妨回头看看同类型剧本走红的艺人的现况。最近的一位你我心知肚明，根胡苗正内娱流量浇灌出的初代偶像，最经典也最能说明问题。凭借一部《古剑奇谭》横空出世，打破韩流对内娱的垄断，奠定内娱初代流量基本格局。古剑奇谭后，其商业价值喷发，市场见识了顶流流量的吸金能力。再后来，一条腿继续趟着偶像剧的老路，栀子花开，活色生香，怦然心动，青云志。另外一条腿断断续续转型，心理罪，动物世界，隐秘而伟大。可转型并不彻底，两边都没走稳，两边又都舍不得放弃，最终败给了自己的第3条腿。如今回看是唏嘘，违法事实固然咎由自取，可初代顶流的颓势早已肉眼可见。整个内娱透支偶像剧演员的做法，已经成为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某种惯性。透支的不仅是名气，更是演员现实中的人格。张翰也是活生生的例子，怕总梦做了10几年，从没清醒过，反而越做越真，越认真，反是来得越凌厉。他是内娱这套惯性逻辑下最大的祭品和衬颜，圈妹没有夸张。38岁的张翰走到今天，怨不得谁。被偶像剧喂养大的他，时间拖垮了颜值，痴梦的幻想消磨了演技，只能成为偶像剧的过期产品，彻底被抛弃，成为内娱整到流水线上一个失败的范本。投射出的是留给顶流们的可能在一点点收缩。再回过头看王鹤棣窜红后，观众对他和虞书欣二搭的呼声很高，制作人也透露二搭都在筹备中，固然是观众心之所向，对新人来说也可以趁机稳固流量和粉丝群体，坐稳咖位。但二搭之后的热度能否比肩苍兰诀，圈妹持怀疑态度。且仔细看待播出作品栏，喜欢的少年是你和谭松韵合作的霸气创业姐姐与校园篮球男神的相爱故事小甜剧，盛夏满天星和孙怡主演的青春励志偶像剧红豆生南国爱情加悬疑，目前只暂定了男主王鹤棣，女主待定。今日一加油，阵容是郑恺、陈钰琪和王鹤棣，以爱为营看讨论。八九不离十也是爱情偶像剧，浮屠缘更不用说，古装爱情为数不多值得期待的剩一部。我们的西南联大虽然是历史正剧，但主角清一色俊男靓女，小花小生，押宝转型意义不大，看后续走向。看看王鹤棣的前任们，凤凰暑期的限定男友们就一清二楚。2018年香蜜的罗云熙，2019年陈情令的肖战王一博，2020年的丁禹兮，2021年的龚俊。圈妹不说流量，即使其中发展的相当好一点的肖战王一博，至今都没拿出一部能和陈情令相提并论的影视作品。兜兜转转，这些前仆后继的人似乎都在证明一件事：从2014年到2022年，内娱的流量模式是停滞的，是他们不努力不上进？不会吧，即使会，也有许多人逼他们努力。那么问题在哪里？更深层次的症结，圈妹今天也没有办法在一个视频中说清。有没有人是特例呢？也有。昔日顶流胡歌，为数不多从古偶成功转型实力派的演员。一部《仙剑奇侠传》让当年24岁的胡歌10年不缺戏拍，但他觉得该走出来了。当然，可能10年以后还在说这个事儿，不是一件很值得欣慰的事。2015年的《琅琊榜》是业内公认的胡歌转型力作，凭借这部作品，胡歌获得包括白玉兰奖在内多数主流奖项的认可，顺利跻身实力派。可代价呢？背后依赖的又是以《琅琊榜》为代表10年磨一剑的创作匠心和沃土。万一圈妹只是说万一啊，梅长苏没火呢？回到起点，王鹤棣的窜红像1年1度限时供应的口味各异的雪糕，极具时节性，过了时间点就化得一塌糊涂。胡歌有梅长苏是幸运的，
那王鹤棣何时才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梅长苏？我们又等得起10年吗？10年够吗？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圈妹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